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当你试着走进他人内心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定将会发现什么。就像咱们常说的，永远不要去试探人性，这并不是心理学家凭空想象，而是经过大量心理学实验得出的惊人结论。今天咱们就看看6个揭露人性的经典心理学实验。这些实验有的极具争议，有的臭名昭著，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那就是他们都反映了人性的阴暗面。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杰马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展开了一项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把招募来的24名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分为2组，一组扮为狱警，一组扮为犯人，让他们来模拟真实的监狱生活。狱警和犯人很快适应了角色，并一步步超过了预设的界限。实验最初的24小时内，在几乎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狱警们开始对犯人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之后的几天，狱警变本加厉，不让囚犯休息，想出各种办法来惩罚他们。当囚犯们进行抗议的时候，狱警们加大了惩罚力度，甚至是殴打。他们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监狱里的权力独裁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的囚犯甚至已经忘记了这是一次实验，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囚犯。在一次次心理和肉体上的摧残下，有些人濒临崩溃。更严重的是，狱警们以为夜间是不被监控的，于是在夜晚他们变得更加暴力和丑恶。一位3观的教授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对人性的摧残和秩序的践踏。这项原本预计14天的实验只进行了6天就被紧急叫停。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在无秩序的环境和无监督的权利下变成了残忍的嗜血狂魔，人性的丑陋在这一刻暴露无遗。1974年，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做了一次特殊的行为艺术。他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麻醉，但保持着大脑的清醒，然后将自己身体的处置权交给一群陌生人。他为参观者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口红、鲜花、胶带、镣铐、刀具，甚至是手枪。为了消除实验对象的疑虑，更真实全面地进行观测，他还签署了不追究后果的法律文件。最开始人们表现得十分谨慎，当第一个人确认他确实被麻醉后，人们开始在他身上用口红、水进行不那么过分的恶作剧。但随后有人开始伤害他的身体，有人撕破了他的衣服，有人用上膛的手枪顶住了他的头。那些不忍心伤害他的人也并没有上前阻止这些人的暴行，只为他擦了擦恐惧的眼泪。这个实验持续了6个小时。6个小时之后，玛丽娜走向观众，而施暴者则无地自容，四散而逃。玛丽娜自述，实验后依然心有余悸。当晚她回到房间辗转难眠，满脑子都充斥着深渊一样的恐惧。在没有道德及法律的约束下，人性究竟有多么可怕？如果不只是实验，如果不只是6小时呢？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是社会心理学上最著名、最有争议的实验。1961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次关于权威服从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他组装了一台假的电击器，让一些受试人员扮演教师，并安排一名演员担任学生。由老师提问题，如果学生回答错误，教师也就是受试者就要电击学生。研究者告诉老师，学生每答错一次，电压就提高15伏。随着电压一步步加大，他会在75伏时听到学生的哼哼声，在120伏时听到学生大喊太疼了，150伏时变成咆哮，超过270伏抗议声变成了痛苦的尖叫。米尔格拉姆在教师询问和要求停止实验时会说，学生不回答就被视为回答错误，并严厉地要求其继续进行下去。如果是你会将实验进行到什么程度呢？实验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会在135伏左右不服从命令结束实验。然而在对40名男性做测试时，有26人一直进行到了机器的最高电压450伏。人们在面对权威时坚守的原则和道德会一点点消失殆尽，变得顺从和麻木。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权威的压力下，可能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在战争中，善良的小职员会变成凶残的刽子手，妇女和儿童会变成自杀性袭击的实施者。1968年，一个名叫简·艾略特的教师试图在他执教的3年级学生中引起大家对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讨论。可笑的是，班里的孩子都是白人，所以艾略特把孩子分成蓝色眼镜和棕色眼镜2类。蓝眼镜的19名儿童被定义为好孩子组，而另外19名棕色眼镜被称为坏孩子组。好孩子可以优先享受午餐和玩具，而坏孩子不仅没有优先权，更不能使用水池，也不许和蓝色眼镜的孩子玩，甚至在身上做了明显的标记。实验开始后，好孩子组的19名儿童明显开始对棕色眼镜的孩子产生了敌意，语言上也由平时的称呼改成了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而这些是完全没有人告诉他们要这样做的。第二天，实验组对调，结果依然如此，而且对调后的棕色眼镜的孩子更有报复性。在这场考验人性的实验中，孩子们确实感受并理解了受人歧视的感觉，但是在分组过程中，孩子们表现出的攻击性也让人深思。在不被定义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就会出于本能的站队，并排挤和打压自己的对立面。1964年，在纽约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
28岁的凯蒂·格罗维斯在下班途中遭到歹徒袭击。这场袭击持续了将近30分钟，期间凯蒂多次朝附近的居民楼呼救，但除一人报警之外，其他人都没有伸出援手。最后，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离世。事后据调查，当时有38人听到了凯蒂的呼救声，但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位心理学家就对这一现象做了个实验，他找来72名学生，分为2人组、3人组、6人组，把他们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让他们来听录音。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录音里的一位男生正在讲话，接着突发癫痫并求助。结果显示，在2人组中有85%的被试者离开房间向实验者报告情况，而6人组中只有31%的被试者这么做。其实这个现象很常见，如果有人需要帮助，而且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场，大部分都会伸出援手。而如果有一群人在场，由于责任分散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很多人就选择了视而不见。所以这并不是单纯的冷漠，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做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中有一个寓言，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而身受重伤，躺在路边，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唯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动了善心帮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非身份。1973年，一位研究者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找了一群学生，让他们各自去参加自己的会议。其中一组要去的是一个就业的会议，而另外一组要去跟别人宣讲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他们去参加各自会议的路上，都有一个研究者扮演的急需帮助的人。由于每个被试者要求到达会场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时间紧，有的人时间宽裕，结果是他们接下来要去宣讲的话题根本不会影响他们在路上是否会对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有匆忙的程度有影响。在时间紧急的人中，只有10%停下来帮忙，而在相对不赶时间的人中，有65%停下来帮忙。所以咱们就能理解瑞典17岁环保女孩格雷塔到处演讲的行为多么可笑。咱们也能理解一些慈善机构和慈善人士为什么得不到认可，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人背后是否藏着一张虚伪的嘴脸。以上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能反映人性阴暗面的实验，如果还有其他更细思极恐的实验，欢迎小伙伴们补充。另外，人性的复杂当然不是几个实验就能展现出来的，或许更直白露骨的人性已经难以通过真实的实验来验证了。不过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我们选择看到的结果，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人性中美好的那一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最近发现这个网络贷款真是个香饽饽，怪不得互联网巨头们都要过来分一杯羹。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不留神可能就被贷款了。逛淘宝推荐花呗支付，用京东买个菜推荐京东白条，上美团订个饭推荐美团月付，甚至使用搜狗输入法，也可能不小心点入借钱页面。电商、生活、出行工具等各类互联网大佬都盯紧了用户的钱包，想方设法的资助咱们这些穷人。但他们也不是做慈善，商人嘛，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主。要不是这块蛋糕又大又好啃，他们才不会把钱放到穷人手里。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赚穷人的钱。为什么互联网大佬扎堆搞金融呢？还不是因为简单粗暴，来钱快，挣钱多嘛？你想啊，卖产品你要绞尽脑汁的控成本、搞营销、抢市场，到头来利润可能全搭进去了。而且现在很明显生产过剩，随便一个产品都能找几十甚至几百个不重样的，竞争这么大，市场又不好消化，这不是白忙活一场吗？金融就不一样了，钱可以说是刚需中的刚需，而且没人会嫌自己钱多啊，先拿去用，到时候再还，省时省力，还没有竞争，大家都开心。你要是用他们的钱再去买他们的商品，那就一言为定，双击连门。所以互联网巨头热衷的 C 端流量变现方式中，金融是他们最想玩的。网络贷款有多赚钱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这组数据。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微贷科技业务营收为285亿元，贡献了蚂蚁集团近40%的营收。同期，京东金条和白条收入共计44.3亿元。360数科第3季度来自于信贷驱动服务的净营收达到人民币29.5亿元。除了巨头，还有无数的小额贷款公司。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共有7333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高达8841亿元。这些在咱们眼里只是个天文数字，但在大佬们眼里就是唾手可得的蛋糕，不咬一口才是傻子。于是搞电商的来了，做搜索的来了，玩游戏的来了，跑外卖的来了，就连做杀毒软件和输入法的都来了。大佬们的敏锐嗅觉真是不服不行。
但用户也不傻啊，我干嘛非要借你的钱？又不是穷到买不起柴米油盐，吃了上顿没下顿，对吧？而且咱们用他们开发的 App 消费，就已经让他们赚了一波 W， 现在还想通过借贷提前收割我们将来挣的 W， 你说他们损不损？更损的是，他们在鼓吹借贷上采用的手段。现在的借贷广告除了无孔不入，内容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之前一期的视频里咱们提到过，有个农民工带母亲坐飞机，因为母亲身体不适，想让空姐开窗而被鄙视。一位好心大哥说升舱的钱我来出，然后很自然的拿过农民工的手机帮他借了15万。另外一条广告竟然还是原班人马出演，农民工饰演带母亲进城看病的儿子，因为宾馆太贵住不起，之前帮大家贷款升舱的好心大哥又一次帮他申请了15万，让他们住进了豪华套房。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还有一位男子去足浴店，因为点了便宜套餐被看不起，于是贷款点了698的套餐，成功起飞。一对情侣，男生见女方父亲被嫌穷，还被指了一条明路，去贷款可以借到20万。一位空姐向相亲对象朱若男大喊：“你连360借条都不知道，我们不合适。”真不知道这些奇葩的剧本是什么样的脑子想出来的，各种金钱歧视，各种畸形消费观。要我说，他们不如把手伸进消费者口袋里抢更直接点。还有一些是包装成追求美好生活，表面上看没有毛病，仔细一想也没好到哪儿去。毕业生用花呗开始了自己的环球旅行，职场新人用花呗添置新家具，工人为了给女儿足够的爱，提前给女儿布置了一个豪华生日会。网友调侃，上一个讲父亲借钱给女儿过节的作品，还是反映封建压迫的白毛女。为了更好的抢占市场做大规模，各平台的借贷广告都是竭力宣传借钱有多好，却很少提到后续还贷的事情。如果还不上贷款，可能产生的高额费用、借款人信用受损，甚至影响正常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贷款须知都被故意淡化了。比如京东金融的广告中只字不提贷款，而是用备用金淡化借钱概念。同时，网络贷款一般不会清晰告知用户具体利率。同样，在京东金融广告中强调万元日息最低1.9块，却不知道最高日息是多少，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享受最低日息。实际上，在京东金条应用中借款时，利息可高达 0.075%，1万块钱一天的利息是7.5块，年化高达 26%。21金融圈曾统计了19家市面上主要的消费金融公司，其中近80%的平台在官网或 App 宣传页面对于利率的披露展示的都是最低日利率。金融广告发布行业自律公约指出，贷款类金融广告应当清晰准确展示贷款年化利率，不发布仅含有最低利率或者利率低至等以特定条件低息误导贷款人的内容，不以日利率、日还款等于实际执行利率表达方式不一致的方式宣传贷款利息。这样看的话，目前很多网贷平台的信息宣传方面显然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借钱的门槛有多低，还不上钱的代价就有多沉重。2016年，整整10 G 装满女大学生照片的文件夹，将校园贷这颗毒瘤炸出水面。2017年，各种网络平台雨后春笋般涌现，用户量迅速增长，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2019年，自然物晚会曝光714高炮，短周期砍头戏成了无数人饮鸩止渴的安慰剂。新兰维亚发布一篇题为《2019年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全国的 1.75亿90后中，只有 13.4% 的年轻人没有负债， 86.6% 的90后接触过信贷产品，负债率高达 41.75%。融360也曾公布数据，中国使用消费贷款的人数中，近半数都是90后，在亚洲同龄人中排名第一。表面的一片美好掩盖不了背后的一地鸡毛。年轻人一般经济实力较低，对金融知识也不了解，而且容易受超前消费、假精致等消费观影响。一旦开始借钱，又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撑，就会以贷养贷，洞越来越大。痛心的是，不乏年轻人因此而走向极端的。之前就报道过，山西一位21岁女孩从17楼窗台纵身一跃，其留下的遗物里密密麻麻地写着分期乐等网贷机构的账单，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其实年轻人群信贷消费的增长在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经济的破灭，一些消费金融公司逆势发展，街头也涌现大量借贷广告，刺激日本人的消费欲望。然而日本社会自杀数据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快速上升，金融部门的数据显示，几大消费贷款公司客户占自杀人数的 25.5%。目前国内大量网络贷款平台借由互联网新兴产业快速扩张，经营管理粗放，同时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不过互联网借贷的野蛮生长
已经吸引到监管部门的注意。去年11月2日，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收紧了对互联网借贷平台的监管，给网络借贷的经营资格及放贷金额方面做出了严格限制。比如网络小贷的注册资本需要实缴10个亿，对个人的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30万，而且不能超过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1/3，这些才是消费者更愿意看到的。网络借贷的转型过程中，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引导正确消费观，才能让借贷双方在金融变现之路走得更长远。最后还是想说2点啊。第一，借贷并不是雪中送炭，它背后隐藏的风险更像是饮鸩止渴，所以能不用就不用，除非万不得已。第二，用物质来衡量生活质量的人，其实是自我认同感低的表现。用物质上的精简换取精神上的充实，或许才是更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正当我们为生不生孩子发愁的时候，3胎已经全面放开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对于3胎生育政策，你准备好了吗？请把弹幕打在公屏上。1. 准备好了，迫不及待。2. 已经提上日程。3. 仍在犹豫。4. 完全不考虑。其实这是某媒体针对3胎政策特意做的一份网络投票，不出意料，其中80%的人选择了完全不考虑，迫不及待的人只有6%，加上已经提上日程的也只有8%。意不意外？这个结果显然对3胎政策的落地有一些挑战。今天咱们就聊聊生孩子这件事儿。在5月31日3胎政策公布之后，就直接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一时间民不聊生，意思是聊都不想聊，更别说生了。想想也是啊，以前生咱们的时候只能生1胎，现在咱们生的时候鼓励生3胎，好家伙，这届爸妈要养4个老人3个孩子，没准以后还要带9个孙子孙女。网友感叹，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造啊！就在咱们生不如死的时候，有些商家已经积极响应，造出了3胎安睡的上中下铺和3胎出行的9座车。这项目投了。自从2016年放开2胎以来，在生孩子这件事上面是越来越鼓励了，但生育率却在逐年下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隐患。从近几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来看，2016年之后是一年比一年少，从2016年的1786万降到了2020年的1200万，这也是自1961年以来最低的一次。另外，人口普查数据中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数据，总和生育率降低至 1.3。 这个总和生育率啊，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每对夫妻只生 1.3 个孩子，也就意味着每代人口数比上一代下降 35%。 这在2019年公布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排名中处于倒数第10位左右。照这样下去，的确细思极恐。人口老龄化应该是最先遇到的问题。其实如果按国际通用的标准，我们已经出现了老龄化现象。根据国际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 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 就意味着处于老龄化社会了。而2021年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咱们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 18%。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口负增长。目前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像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地方就很缺人。而且我们看看日本的现状就知道这个问题多严重了。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第一网社会中提到，日本人口不断减少，年轻人失去上进心和欲望，国民有钱不消费，企业有钱不投资，经济处于持续低迷的状况。所以为了生生不息，只能多生一个，生生生不息。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原因就一个字儿，穷。你想啊，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当然不是了，是因为我没钱啊。咱们现在养孩子跟之前咱们被养的时候可大不一样了。之前叫散养，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被我妈锁在屋里，说是别跑出去丢了就行。现在都精细化操作了，多一个孩子就相当于多了台碎钞机。之前网络上有一个关于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的粗略统计图，在这张图中，从孩子出生算起，到孩子读研或者出国留学，每年的生活费再加上学费，大概需要60万到190万不等。这可是一个孩子，没有买一送一，也没有边际成本递减，一个孩子一个坑，逃不掉的。你可能会觉得没必要这么卷吧？其实啊，谁都不想卷，但内卷的触手无处不在。就像一个培训机构的广告说的，你来，我们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们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你说的多损呢，看得我都想马上交钱了。第二个原因是精力，养孩子一定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过程。当过父母的应该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别想睡一个好觉。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一点感触太深了。每个孩子都一样，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作为父母，痛并快乐的。
长大了你以为会好一点，并没有。辅导作业才是挑战忍耐极限的时刻，而且学校也在不停地试探家长们的底线，有些作业连家长看了都要抓狂，比如这个，还有这个。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如果2个孩子的话，那就是1+1大于2的压力，除非大娃到了可以照顾2娃的年纪，否则每天打架的次数可能比吃饭还多。好的时候微微一笑，打的时候哇哇乱叫，想吃想喝抢玩具，有时候你都想不到打架的理由多简单，一言不合就开干了。如果是3个孩子，那就算了，咱们还是别想了。这个谁说了都不算，数据才能反映实际情况。在推出单独2孩和全面2孩政策之后，短期对于生育率起到了明显的作用。2013年单独2孩推出之后，2014年育龄妇女2孩生育率由 1.11% 增加到 1.34%。2016年全面放开2胎之后，2017年的2孩生育率猛增到 2.43%。所以虽然一部分人不看好，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愿意生。我们不能抱有思维偏见，自己不生就觉得其他人也不想生，这就跟吃甜粽子的人理解不了吃肉粽的人一样。那哪些人愿意生呢？我觉得可能会有2类，一类是家境优越的，不用担心孩子的抚养教育等问题，多练几个号完全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还能将资源利用到最大化。另外一类是家境相对较差的，不能否认，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孩子就是劳动力，可以改善家庭的现状。不过要说放开3胎对现状有多大改善，我个人还是持保守的意见，因为上面2类都是少数，而占比较大的中产家庭很可能是民不聊生的那一群。虽然收入不算低，但苦于内卷焦虑和生活压力，生孩子还是省省吧。有专家预估放开3胎后的生育率可能会提升到 2.0， 我觉得有点乐观了。放开3胎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果想要刺激生育意愿，我觉得配套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等，这些都可以降低生育成本，提升生育福利。另外在教育公平分配及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上也需要推进，以便降低家庭的教育开支。当然如果有一些激励政策，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上面咱们提到的德国，生育率最低的时候仅为 1.25， 为了刺激人口增长，德国政府也是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孩子出生后先奖励1000欧元，父母双方各享有2年产假，而且每个月可以给孩子领最高190欧元的儿童金，一直到孩子18岁。除了儿童金之外，还有家长补助金，最多每月1800欧元。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德国的生育率持续走高，最近几年一直稳定在 1.6 左右。有一说一，如果真有这等好事儿，我都有点蠢蠢欲动。相比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咱们在鼓励生育上的努力还只是蹒跚学步的初级阶段，具体如何借鉴，还是要以我们的文化及经济条件合理评估。另外，鼓励生育的效果不在一时一刻，也需要通过不停的试错，逐步形成体系。这过程中的代价，或许是每一次思考都难以避免的重担。最后，我还是想问问大家，你们愿意生孩子吗？愿意生几个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贫穷原因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懒惰、愚蠢、短视这些穷人思维上，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专家，他们在装修奢华的工作室里，喝着浓香的现磨咖啡，对贫穷夸夸其谈，跟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这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事实上，穷人根本不懒，甚至比富人更加勤奋。之前咱们提到过，有一位女博士深入底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咸鱼翻身。她看到的场景是，穷人要在早上4点多起床，赶到30公里外的地方工作，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中午甚至没有时间吃饭。说这些人懒，他们是瞎吗？穷人也并不愚蠢，而是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智慧。他们会精打细算自己的每一分钱，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维持家庭的生计。这位体验底层生活的女博士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尽管她是一位高智商的大学教授。另外说，穷人短视不是说是没得选，如果有得选，穷人也愿意让孩子接受教育，也愿意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也愿意接受医疗机构的援助。但由于信息闭塞和生存压力，他们不得不考虑今天吃什么，晚上在哪儿睡。那贫穷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有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斯特·迪夫洛，他们深入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地区和国家，了解穷人的饮食、健康、教育等生活问题，探寻贫穷的真正根源。今天我们就跟着这2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看看他们解读的贫穷的本质，思考贫穷陷阱是如何偷走一个人的未来的。电子版已经分享在评论区，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载阅读。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始。1. 生育陷阱，为什么越生越穷，越穷越生？何以为家大家都看过吧？这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刷新了人们对贫穷的认知。
张英一家住在贝鲁特的一个贫民窟里，12岁的他没办法跟别的孩子一样去上学，而是在杂货店打工，跟父母一起照顾自己的6个弟弟妹妹。迫于生计，父母决定把他的妹妹早早的卖给别人当老婆。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家，选择离家出走。最后他把父母告上法庭，控告他们生下了自己。我们可能会觉得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生得多开销大，所以导致越来越穷，但实际上穷人之所以生得多，恰恰是因为他们想改变贫穷。在他们眼里，孩子就是未来，是一种经济保障、存储产品，甚至是彩票，买得多中奖概率就高。孩子长大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管怎样都会改善现状。来自印尼西卡达斯贫民窟的帕克苏达诺告诉作者，他有9个孩子，其中几个孩子混得还不错，但孩子多也伴随着问题啊，数量影响质量，其中一个孩子就患上了抑郁症并且失踪了。另外，孩子成年之前，家庭的负担也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穷人甚至不知道究竟哪个孩子有能力为自己提供保障。把注压在不确定因素上的道路必然是灰暗的，但没得选，他们不得不这样走下去。除非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或金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不然只谈人口就是一纸空话。2. 健康陷阱，为什么花更多钱治病而不是预防？贫穷的本质提到过一个数据，生活在印度乌代布尔地区的穷人每个月的医疗费用超过228美元，几乎是人均月消费的10倍。更匪夷所思的是，虽然有很多国际救助组织会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预防治疗手段，但绝大多数人生病时更愿意花钱去一些私立医院找孟加拉医生治疗。孟加拉医生就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结果往往是让身体的状况恶化得更快。不仅如此，他们明明可以买一个蚊帐来预防疟疾，却更愿意拿这笔钱去买海螺馅饼吃；明明可以接受医疗机构给予的消毒剂来预防痢疾，却更愿意尝试传统的药草和咒语。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信息闭塞，知识匮乏还拖延。事实上，咱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的特质，区别在于很多东西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得到了。我们不用想着每天早上往水里加消毒剂，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打疫苗，生病了也能及时到公立医院就诊，这些几乎不用消耗我们的自控和决策能力。但穷人每天都要重复的运用这些能力，而这就是稀缺一书中提到的稀缺状态。打个比方，明天要交作业，你还没有开始写怎么办呢？交不上就得罚站，所以你现在肯定是抛开一切干扰，全身心投入到作业中，这就是稀缺状态。穷人就像每天都在赶各科作业一样，他们的带宽就会变得不足，根本没时间理会立竿不见影的事情。3. 消费陷阱，穷人为什么会买奢侈品？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作者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他们家都快吃不上饭了，但家里有一台电视机和 DVD。作者就问他，你都要吃不上饭了，为什么还要买这些呢？欧查回答，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贫穷的本质提到，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特别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为了买电视机或者 iPad， 他们宁愿交不上房租被房东赶出去；为了吃一顿美味的龙虾，他们宁愿在之后的1个月里天天吃泡面；为了一套华丽的时装，他们宁愿去借高利息的贷款。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超前消费的习惯导致了他们的贫穷，但事实上很可能是因为贫穷才导致了他们花钱如流水的习惯。因为对于穷人来说，即便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斤斤计较每一分钱，他们都很清楚摆脱贫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不是他们不懂延迟满足，而是因为他们更担心夜长梦多。咱们的生活很可能一切都在计划中，上学上班吃饭睡觉，他们的未来则充满不确定和危机，而且一点小意外就可能让他们跌入深渊难以恢复。他们对生活缺乏掌控感，对自己缺乏信心，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他们生活有根本改变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愿意把钱投入到一些短期看不到效果的地方，比如投资、教育、保险之类的呢？4. 教育陷阱，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人们常说教育改变命运，但前提是得能接受的教育。印度的一次教育改革中，引入了父母监督子女就读小学的模式，联邦政府出资，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教育委员会，以监督教学质量。然而现实呢？计划实施了5年，有 92% 的家长没有听说过这个委员会，甚至有1/4的委员都是被委员，也就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委员。政策不能落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家长们对教育的错误认识。作者曾经在印度的贫困地区组织过一次活动，请一些家长来，让他们从各种杂志里剪下一些图片，用图片内容呈现教育能给孩子带来什么。结果家长们选择的图片大同小异，都是黄金、钻石、名车这些。在摩洛哥，家长们认为每一年的小学教育可以使男孩在未来增收 5%， 每一年的中学教育增收 15%。很多家长都会将教育看成是获取财富的投资，投机心理让家长对未来的收益和当下收益进行权衡。如果他们觉得未来的收益值得期待，就会让孩子去念书，反之就会对孩子上学失去兴趣。在这种心态下，家长会把宝压在最有可能出头的那个孩子身上，其余的回家挣钱。就这样，很多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作者展开的调查显示，儿童辍学率在 14% 到 50% 之间。5. 金融陷阱，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按照咱们正常打工族的收入，每个月除去房租、生活费这些，还会剩下一笔钱，而这笔钱会慢慢积累越来越多。
当然月光族除外啊。对于穷人来说，储蓄这件事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靠省吃俭用就能解决的。打个比方，我每天只有10块钱的收入，你别说省钱了，我能活过半个月都费劲。他们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开销，不得不向明天预支更多的钱来填补今天的漏洞。而且别人不会白白预支钱给你啊，时间越长利息越高，所以穷人的钱是一天比一天少的，他们的财务状况跟我们恰好是相反的。举个例子，有一个收破烂的穷人，他没钱买推车，所以每天都是从为数不多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来租推车。当时帕德玛加雷迪是印度一家小额信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决定借钱给他。这个收破烂的人就用这笔钱买了推车，不久就还了欠款，日子也越来越好。你看，穷人好像就是缺了一笔启动资金，那为什么穷人不愿意去借钱，利用杠杆摆脱贫穷陷阱呢？原因很简单，银行不给借啊。唯一肯借钱给他们的只有民间的放贷机构，而他们的利率又高得惊人，所以即便穷人赚的钱比以前多了，但因为高额的利息，留在他们手里的钱也少得可怜。这也不能全怪民间放贷公司，你想啊，穷人欠钱不还的概率很高，所以放贷人只能通过更高的利息来抵消违约的损失。另外，放贷的人为了确保穷人能够还钱，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更为细致的监督，这也增加了贷款成本。穷人处在金融杠杆中的不利地位，想利用金钱游戏翻身也变得难如登天。贫穷就像一道陷阱，让深陷其中的人无法逃离。尽管有逃出陷阱的梯子存在，但梯子并不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怎么踏上梯子。电影《小丑》中，小丑亚瑟说过一句话：贫穷才是真正的病。对于每周只有4美元收入的穷人来说，贫穷才是最可怕的绝症。它不只让一个人的现在变得狼狈不堪，还悄悄偷走了他们的未来。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